为缓解检测压力，拜登政府上月宣布将向美国人免费发放5亿套家用试剂检测盒。然而，此举非但没能挽救一盒难求的局面，加上商家奇货可居、哄抬价格的情境，反而加剧了美国民众对疫情的误判和恐慌。上周，拜登承诺将再追加5亿份试剂。试剂盒在美国大家也有很强的争论。我个人意见是，这个试剂盒是没有什么太大价值。出发点是让这个民众尽快的知道自己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是阳性了，那么我会改变我的行为，这个是本身这个试剂盒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呢，同时呢，就是说这个试剂盒呢，就如同所有的生物学的检测，生物学的检测试剂盒，照目前就是关于新冠病毒检测这个数据，按照WHO 的那个数据来看呢，现在的这个检测方法的准确率大概在95%。所以说呢，你拿一个试剂盒拿到家里去，让人家自己去测出来的数据，由于他根本没有这个其他的知识来支持他如何解释这个数据，那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惊恐啊、慌乱啊，造成给医院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分裂的国内政治也令美国疫情雪上加霜。共和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新闻秘书凯瑟琳·诺伊斯借疫情攻击民主党，指责此前拜登和参议院民主党人以战胜疫情为目标参与竞选，但他们失败了。事实上，联邦体制下，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事务属于美国各州的州权，以州和地方政府为主管理。在民主党、共和党两党极端对立的当下，美国不仅不能形成全国统一的抗疫方案，就连戴口罩、打疫苗这样基本的防疫措施都被贴上了政治立场标签。政治算计重于抗疫需要，导致防疫措施一周一策且不松忽解，翻烧饼和打补丁现象层出不穷，左支右绌且口水仗不断。除了来自共和党的攻击，当地时间1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拜登针对大型企业员工的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及定期病毒检测的政策。疫苗强制接种令被驳回，意味着拜登政府通过工作场所抗击疫情最积极的努力受挫。目前来看，两党政治似乎已经决裂态势，包括拜登总统在这个国会暴乱发生1周年的这样一种讲话，共和党议员全部缺席，这可以看出来，这种党争为主要表现的政治撕裂，导致现在美国无法将整个国家顺畅地投入到疫情防控当中。那么政府花钱要找国会，国会又充满了各种利益斗争，以至于政府施政这个很容易受到这个国会跟政府之间属于不同党派之间的这样一种掣肘，尤其是竞选的利益实际上凌驾于整个的公共利益之上，也就是说，它的执行政策的出台的过程是撕裂的，执行过程是疲软的，民众对政府执政的效能是不信任的。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大增，美国一直是震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却出台了一系列诸如大幅缩短确诊者及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期等等令人费解的防疫政策。王先生如何看待美国现行的防疫政策呢？美国它的一些决策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你比如说，它在11月初就开始放松管控，那么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呢？在峰值的时候，每天全球的新发病例当时是在当时超过90万后来到了10月底的时候，大概已经降到每天新发的病例不到40万，30多万所以从这个数值上讲是大幅度下降了50%以上。这个疫情仍然是处于一种高流行的态势。那么在高流行的态势下你放松管控，这种呢无疑是火上浇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结果的确是这样。实际上很多国家都在
看着美国，把美国的防疫作为一个标杆啊。那么美国的这个放松了，那很多国家就跟着放松，所以这就是造成全球疫情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两个原因导致美国的疫情防控非常的糟糕，一个就是一大派的人，尤其是支持特朗普的这些选民，他把疫情防控作为一个政治的一个态度，一个政治的认同。他认为我如果打疫苗了，就是支持民主党了。美国疫情防控的失败，恰恰证明美国社会的高度分裂和混乱。所以我们不能说疫情防控失败了，而是美国整个政治稳定失败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这样下去的话呢，美国会不会崩溃呢？我看也未必，因为我们知道，毕竟在过去2年来，美国作为一个社会，作为一个经济体，它还是在高度运转的。如果从感染率这个角度上来说，美国已经完全失败了。疫情这么严重，今年的中期选举，拜登和民主党还有戏吗？王先生，从现在看，拜登和民主党完全没有戏，肯定会失败，会失去参议院和众院2院的多数。但他们失败的原因倒不仅仅是因为疫情，因为当时拜登上台以后呢，有所谓要治愈美国，有3大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控制疫情，第二个呢要恢复经济发展，第三呢要克服美国的政治分裂、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同时呢要让美国呢重新回来就做领导。现在看来，拜登政府执政1年来的效果是相当差的，他所有的3大承诺没有一个实现，就证明他的业绩是很糟糕的。我认为这才是他可能会在今年的期中大选民主党要遭到失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疫情只是原因之一。